大家好，我係 Dreamy11，今集咧就會同大家介紹下幾支球板喎。以下咧就係第一支啦，就係 Sticker 啦。今集咧就係同大家介紹瑞典製嘅球板嘅。呢支咧就係 Sticker 嘅70週年紀念球板啦。咁近幾年啦，真係好多品牌咧都推出咗佢嘅週年紀念球板喎。咁例如呢啲啦，咁喺咁多個品牌裏邊咧，最早有推出週年紀念球板嘅咧就係 Sticker 啦。喺1984年咧，佢係第一次推出呢啲球板嘅，當時紀念啦佢嘅40週年。咁佢當時推出嘅球板咧係一啲叫人像版嘅嘢啦。人像版係咩咧？就係佢復刻翻70年代之前佢嘅球板，手柄上邊咧就會印有一啲球員嘅樣嘅。咁呢啲週年紀念版咧，人像版啦，即係一直咧佢用到2004年嗰年，咁之後咧就冇啦。點解咧？因為佢同嗰啲球員咧嘅合約咧就完咗啦。咁佢唔可以再用呢啲球員嘅樣喺個手柄上邊啦。咁講翻呢支70週年啦，咁佢當時咧就係用咗佢當年新出嘅主力嘅產品綠檀嚟到做呢支球板嘅。佢官方有個名叫綠翡翠啦，但我都係中意叫佢做綠檀多啲。咁我拎出嚟俾大家睇睇先。嗱，佢就係咁樣嘅一支球板同3個波啦。拎出嚟先。咁呢支 Sticker 嘅70週年紀念版啦，寫住70啦。咁當時咧只係推出咗250支嘅啫，基本上冇係公開發售過嘅。好多咧就係喺嗰個地區嘅代理嗰度啦，就已經被扣起咗啦。咁佢係第一支啦 ，Sticker 咧用呢個搪瓷尾牌啦。咁綠檀咧，佢自身咧係帶有香味嘅木材嚟嘅喎。咁成支球板咧就俾到人哋一個好高級嘅感覺啦。咁呢支球板，我每次有可以推廣到乒乓球活動嗰時咧，我都會帶住佢嘅喎，或者展示佢啦。咁例如2016年嘅我嘅球板展覽啦，同埋前幾年我受呢個體育雜誌 Sports Soho 訪問嗰時咧，我都有 show 佢出嚟㗎。咁點解我會特別中意佢咧？除咗佢珍貴之外啦，其實咧佢背後咧仲有一個好有意義嘅故事嘅喎。喺2014年啦，咁我知道咗呢支球板推出嗰時咧，咁我周圍去揾，周圍去問，想要一支啦，咁都係買唔到嘅。咁有一日我瞓醒就收到一個令我好開心、好興奮嘅消息，就係咧 Sticker 就會放一支出嚟公開拍賣，拍賣嘅收益咧就係會作呢個慈善用途嘅，就係資助一個失去咗雙手嘅運動員，佢就係不可能先生哈馬道。哈馬道係埃及嘅傷健運動員，咁佢好不幸啦，喺10歲嗰時咧就喺一次火車嘅意外裏邊咧就失去咗雙手。據佢所講咧，佢喺1986年咧就已經開始打乒乓波噶啦。咁我同大家分享佢一個故仔，講下佢點解會打乒乓波啦。咁有一次啦，佢有2個朋友去打波喎，佢就幫佢哋做裁判啦。咁佢一個朋友咧不服佢嘅判決，衝而出講咗一句：你以後都打唔到波噶啦。咁呢一句咧就令到佢哈馬道覺得唔可以俾呢啲人睇死，一定要打到波，一定要打得好。咁之後咧佢就苦練乒乓波啦。佢試過好多方法啦，例如將塊板夾喺格拉底度，咁發現咧咁樣打唔到波喎，發唔到力。咁之後咧就發現咗咬住塊板係可行嘅喎，咁樣就發到力啦。咁佢嘅招牌動作啦，揾腳踢起個波，然後開波個動作咧，佢更加練咗成年先可以成功添。咁佢哈馬道所講啦，佢而家好開心，佢可以喺網絡上面出咗名喎，因為咁樣咧，佢可以帶出一個訊息俾一啲傷健人士，話俾佢知冇嘢係冇可能嘅。咁哈馬道佢對乒乓球嘅熱愛同埋嗰份毅力，真係好值得我哋敬佩同埋學習嘅。咁一方面可以做善事，另外一方面就可以得到心頭好。咁我當然會落力咁去競投啦。咁好彩，我就贏咗呢次，咁得到呢支球板啦。咁呢支球板上邊咧就有一個簽名嘅喎，呢個簽名咧就係當時嘅 Sticker 嘅 CEO Matt Van Sticken 嘅簽名。咁我見過有啲人手上面嘅70週年紀念版啦，咁上邊咧係冇呢個簽名嘅。咁我相信咧唔係支支都有 Matt 嘅簽名喺上面啦。咁講完呢支啦，跟住就到下邊幾支啦。就係呢啲 Palio 嘅 R5同 R7啊。
Palio 係一個香港乒乓球品牌啦，咁好多香港朋友咧都應該對佢好熟悉㗎啦。咁90年代初啦 ，Palio 咧就向呢個瑞典嘅一間乒乓球板廠，即係 Woodhouse 咧就訂製咗呢批球板喎。咁 Woodhouse 啦，第一批為亞洲做嘅球板咧就係鼎鼎大名嘅 Avanos，而第二批咧就係呢一批啦。咁啊，講下支 R5先啦。R5係一支五格嘅球板，結構咧係同 Avanos 嘅 P500一樣嘅。咁 P500啦就被譽為擁有夢幻手感球板啦。而好多人咧用完呢支 R5之後咧就覺得佢嘅手感好似 P500喎，其實佢唔係好似，佢就係 P500。咁到 R7啦 ，R7 係一支七格球板啦。咁初期嘅 R7咧個結構咧係同 P700一樣嘅喎，而後期啲嗰啲咧就轉咗同 Stickgar 嘅 Clipper Wood 一樣啦。咁 R7咧係一支好好球板嚟嘅，性能非常之好，但係咧缺點就係重咗少少啫。咁10幾年前啦，喺香港金門樂咧，其實仲有 R7賣嘅喎。咁有一年啦，有個韓國嘅器材商上去咧就攞貨嗰時咧，就俾佢發現咗呢批板。咁一睇就知佢好嘢嚟㗎啦。咁成批咧就買咗去，寄咗翻韓國。咁之後咧，香港咧就冇咗 R7賣啦。咁喺呢支球板上邊啦，就有兩個簽名，而上邊呢個中文字呢個啦，就係我嘅恩師，前國家隊嘅元老球員 Palio 嘅老闆井 Sir 啦。咁下邊呢個咧就 Woodhouse 嘅老闆 Thomas 啦。Thomas 啦，本應咧瑞典乒乓球國家隊嘅隊員嚟嘅，退役之後咧就做咗國家隊嘅教練啦。再之後咧就入咗 Stickgar 工作。佢喺 Stickgar 工作期間咧，Stickgar 推出咗好多創新嘅產品喎，例如 Metal Wood 啦同 Evolution 系列。咁講到 Evolution 系列咧，大家應該最熟悉嘅就係機庭用嘅 All Round Evolution 啦。咁到咗90年代初啦 ，Thomas 咧就拉走咗 Stickgar 幾個主要員工去另組公司 Woodhouse。咁呢一次咧就對 Stickgar 咧造成好大嘅打擊啊！咁傳聞啦 ，Stickgar 咧因為呢件事咧就停產過一段時間喎，係因為咧主要嘅員工都離開咗啦，所以咧啲機器咧都冇辦法運作。咁自呢次之後咧，就有傳聞 Matt 同埋 Thomas 咧就係有心病嘅。咁點解呢一集我會將呢幾支瑞典球板擺埋一齊講咧？其實同我一個親身經歷有關。咁喺2015年啦嘅蘇州世乒賽，我一個乒乓球器材商嘅朋友咧就俾咗張 pass 俾我去玩下啦。咁有一日，我哋喺呢個器材展示區度啦，咁聽到有兩位仁兄以一個好激動嘅情緒同一個好大聲嘅聲線喺度對話。佢哋就係 Matt 同埋 Thomas。咁當時咧，大家都意識到啦，佢哋應該係喺度嗌緊交嘅。咁當年蘇州世乒賽啦，喺5月3號閉幕。咁到咗5月8號咧，我哋就收到一個好不幸嘅消息 ，Matt 就因為心臟病過咗身，享年只不過46歲嘅啫。咁喺蘇州呢一次啦，係我嘅第一次，亦都係最後一次可以見到 Matt 嘅真人啦。咁一支70週年紀念版啦，就成為 Matt 嘅遺作，因為佢以後都冇可能再喺板上面簽到名啦。而另一方面咧 ，Thomas 呢方面啦，最近咧傳出咗消息喎，因為咧佢嘅下一代唔肯接手佢嘅乒乓球板廠啊，所以佢乒乓球板廠咧就要賣盤啦。咁傳聞中嘅呢啲恩恩怨怨咧，都應該告一段落㗎啦。咁今集咧，我為大家講嘅瑞典球板咧就差唔多啦。大家記住 like 啦、subscribe 啦、share 啦，同留言俾我啦。咁記住撳埋個鐘仔喎，咁如果每次有新片嘅話，大家都會收通知，第一時間睇到啊嘛。咁今集講嘅嘢係咁多啦，多謝大家收睇，下集見，拜拜。